第512节，1970年1月27日，星期二，晚9点20。既然我们提到了动物，让我说它们的确有一种意识，然而那意识却没给它们如你们那么多的自由。但是同时，在应用它的时候，它们却也没被常阻碍人类意识发挥实际潜能的某些特性所拖累。意识是感知实相的各种次元的途径，你们所知的意识是极为专门化的。肉体感官让你感知3次元的世界，但就由于它的这种本质，它同时也抑制了你对其他同样确切的次元的感知。你多半与你日常以肉体为取向的自己认同，你不会想到与你身体的一部分认同，而忽略所有其他的部分。然而当你想象自我性的自己担负着你的本体时，你却是在做同样的事。我在告诉你，你并非宇宙的一袋骨与肉，由某些化学物与地水火风等元素的混合物组合在一起。我在告诉你，你的意识并非由化学成分的交互作用意外地形成之某种炙热产物。你并非物质的一个被弃的旁支，你的意识也不会消失如一缕青烟。相反的，在一个极深的无意识层面，你以绝大的辨识力、奇迹般的清晰，以及对组成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密切的无意识知识，造成了你所知的肉身。这并不是象征性的说法，而是确实如此。且说，因为你所谓的意识心不知觉这些活动，你乃不与你内在的这个部分认同。你宁愿和你在看电视、在做饭或在工作的那部分认同，你认为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的那个部分。但你自身这看似无意识的部分，其实知道的多得多，而你整个肉体的存在全靠它的流畅运作。这部分是有意识、有知觉而警醒的。如此灌注于物质实相的你，却既不去倾听它的声音，也不了解你那偏重于物质的自身，即是从这伟大的心理力量之中跃出的。我称这4是无意识的部分为内在自我，因为它指挥内在的活动。它把非由肉体却经其他内在管道得来的资料联系起来。它是实相的内在感知者，而它的存在超越了3次元之外。它携带着你们每个前生的记忆，它控入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主观次元。所有客观的实相都是由这些主观次元源源流出的。所有必要的资料都经由这些内在通道给你。即使在你能举一举指头或眨眨眼或读这一句话之前，不可置信的内在活动已发生了。你本体的这个部分本自具足千里眼与心电感应的能力，因而在灾难发生前，你已得到警告，不论你是否有意识地接受这信息。在一个字都还没有说之前，所有的沟通都早已发生了。外在的我与内在自我一同运作，其一让能在你所知的世界里操纵自如，另一带给你那些微妙的内在知觉。没有它们，肉体生活即不可能维持。但是你还有一个部分，你更深的本体，它形成内我与外我，它决定你生存在此时此地。这就是你本体的核心，你从中跃出的心灵种子，你为其一部分的多次元人格。至于你们那些想知道我将心理学家所谓的潜意识放在哪里的人，你可以想象它是在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之间的一个所谓汇合之地。不过你必须了解，
自己并没有真实的分界，因此我们说到各个不同的部分，只是为阐明基本的概念而已。既然我们是在对那些确实认同正常有意识的自己的人说话，我在这第1章里便提出这些事情，因为我在书中后来会用到这些名词，也因为我要尽早地声明多次元人格这个事实。人格并不是意识之一种此时此地的属性。你若不能弄清这个观念，便不能了解你自己，也不能接受我的独立的存在。虽然在本书中，我可能会说到的关于物质实相的一些事，可能会令你大为吃惊，但要记住，我是由全然不同的立场来看它的。你现在是全神贯注于物质实相中，也许在奇怪，如果它外面有东西，又会是什么呢？我是在外面，顷刻间回到我知道并且喜爱的一个次元。可是我不是你所谓的一个居民。虽然我有一个心灵的护照，仍然有些我必须克服的难题，如翻译的问题、进入的不便等。我听说许多人在纽约住了多年，连帝国大厦也没参观过，而许多外国人倒对它很熟。因此，虽然你住在地球上，我仍然可能指出一些被你所忽略，却在你们自己实相系统之内的非常奇怪而神奇的心灵与心理的结构。老实说，我希望做到的还不止于此。我希望能带你游历你所能去的实相的各个层面，引导你游历你自己心理结构的各个次元，打开你自己意识的整个区域，那些你还没怎么知觉到的。因此，我希望不止于解释人的多次元面貌，还要使每一读者对他自己的更大本体略见一斑。你所知的自己只是你全部本体的一个片段，可是这些个片段的自己却不是像线上的珠子那样穿在一起的，它们倒更像洋葱的层层的皮或橘子的瓣，但都连在一个生命力上，虽然源自同一来源，却向外生长到不同的实相中去。我不是将人比为一个橘子或一颗洋葱，但我要强调，就像这些东西由内向外生长，整个的我的每一片段也是一样。你观察物体的外貌，你的肉体感官允许你感知外在的样子，然后对它反应，但你的肉体感官到某个程度也迫使你用这种方式来感知实相，而在物质与形式内在生命力就不那么明显了。例如，我能告诉你，即使在一只钉子里也有意识，但很少读者会认为我不是开玩笑，看到这里就停下来，而向他们能找到的最近的一块木头中的钉子道早安或午安。无论如何，在钉子内的原子与分子确实拥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意识。组成这书页的原子与分子在他们自己的层面内也有知觉。没有一样存在的东西，不管是石头、矿物、植物、动物或空气，不是充满了它自己的那种意识的。因此，你们站在一个恒常的盎然生机之中，站在一个有知觉的能量完形之中，而你们自己的肉体也是由有意识的细胞所组成。他们在自己内带着对自己身份的体认，他们甘愿合作以形成一个有形的结构，那就是你的肉体。当然，我是说没有所谓死的东西，没有东西不是由意识所成，而不论其程度如何，每一意识都欢喜地享有感觉与创造。除非你了解这种事，否则你就不能了解你是什么。为了方便起见，你把那些跳过你肉体最细微部分之间的多方面的内在沟通关在外面。但即使当你是有肉体的生物时，你在某一个程度仍是其他意识的一部分。
自己是无限的，他的潜能也是无限的。然而，因为你自己的无知，你可能会采取人为的限制，例如你能单独与你的外面自我认同，而与本是你一部分的那些能力切断。你能否认事实，却无法改变它。拿鸵鸟做个比喻，虽然许多人将他们的头埋在3次元存在的沙中，而假装没有更多的次元，人格却的确是多次元的。在这本书中，我希望把一些头从沙里拉出来。我不是要低估外在自我，只是你们太高估了它，它真正的本质也没被体认。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有话说，但就目前而言，只要你能了解你的身份感与延续感，并不依赖自我就够了。且说有时我会用到伪装这名词，指的是外在自我所涉及的物质世界，因为物质外形是实相所采取的一种伪装，这伪装是真的，但在它之内还有一个大得多的实相，一个赋予它形式的活力。然后你的肉体感官让你去感知这伪装，因为感官以极为专门化的方式与之配合。但要想感觉到在那形式内的实相，则需要另一类的注意力及更精微的操纵，这不是肉体感官所能胜任的。自我是个善妒的神，他要满足他的利益，他不想承认任何次元的真实性，除了那些他在其中感到适意并能了解的以外。自我本来应做一个助手，却被纵容成一个暴君。即使如此，它仍比一般所假定的要有弹性得多，而且急于学习。它并非天生就像它看起来的那么顽固，它的好奇心可以是极有价值的。如果你对实相的本质有一个狭隘的观念，那么你的自我会尽其所能地把你关在你所接受的实相的闭锁的小范围内。反过来说，如果你直觉的与创造的本能被给予自由，那么他们会把对更广大次元的知识沟通给你人格的最朝向肉体的这一部分。